这个男人只需3个小时就能让一个素未谋面的女生去酒店开房发生关系，且主动上交自己的全部积蓄。他告诉我的所有的女性，他见过的女性，只要见面后可以在3个小时之内和他一起到宾馆开房。3个小时？怎么会这么快呢？因为我感觉3个小时够了吧。仅仅半年，被他钓上的女人就高达上百个，其中不仅有含苞待放的女大学生，还有生意场上的女霸总，就连性感火辣的美艳少妇也逃不出他的手掌心，甚至知道他是骗子后，还甘愿主动上交自己的全部积蓄，和他保持不正当的男女关系。你就不怕我是骗子吗？他说就是你骗了我也感觉到值得。这个男人究竟拥有怎样的魅力？他的独门秘籍又是什么呢？时间2010年2月15日，地点一个神秘的 QQ 群，群里面的人数非常之多，且全部都是女性，这顿时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。更加让人感到好奇的是，他们全部来自全国各地，彼此都不认识，却都讨论着同一个男人陈世华。有人就好奇了，难不成这人是什么大明星吗？群里都是他的小迷妹。然而搜遍整个网络也没有发现有这么一号人物。再一看聊天内容，这哪是追星啊，简直是仇人还差不多。他们似乎都对陈世华有着莫名的仇恨，甚至还有人扬言要杀了他。经过了解以后，警方发现在这个群里面的女性都是被同一个男人骗了的受害者，有的被骗财，有的被骗色，有的则人财两空。之前碍于身份，他们没有选择报警，但是眼看受害者逐渐增多，还是有人站了出来。警方也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一个人就能骗了上百位女性，其中还不乏一些有身份地位的人。这个男人究竟是何方神圣？经过调查后，发现陈世华原名马登义，警方立即对马登义进行通缉。等抓到人以后，在场的人都不淡定了，眼前这个身高1.6米、其貌不扬，甚至还有轻微残疾的男人，竟然能同时让那么多女人着迷。当听到马登义的叙述以后，警方更是两眼一黑。他告诉我的所有的女性，他见过的女性，只要见面后可以在3个小时之内和他一起到宾馆开房，甚至还十分洋洋得意，毫无顾忌地谈起了他的成功秘诀。这都得益于他已经摸透了女人的心理，上百名女性被骗，难不成马登义真的有什么秘诀不成吗？这一问可不得了，马登义在这方面就是专家。他表示，如果你试图想要认识一个女性，加上联系的第一句话肯定是您好，能聊一会儿吗？在他这里，这就是最踩雷的搭讪方式，甚至会让对方感觉到厌烦。就是平时我呢会用一种方式让他们主动来接近我。你看这思想境界就不一样了吧？正所谓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，可这陌生的2个人最开始应该怎么建立联系呢？有时候根本就说不了几句话。马登义更是做出现场教学，他加上女性联系方式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呀？一般上网的女性都是感觉比较空虚，想要和人倾诉，但是一有陌生人接触，她的第一反应还是躲避。然而她的那句话则不同，女性看到以后就会有种想要倾诉的冲动，甚至这类的女性才是她的目标。有时候她还会激发女性的保护欲，对她小时候的经历进行加工，称自己从小母亲就去世了，父亲也对她不管不顾，只能和外婆相依为命，直到自己成年后才有了父亲的消息，并请求他送自己出国深造。回来后更是在父亲的房产公司中磨砺，一步步成为了公司的副总裁。然而正当他的生活一步步走向美好的时候，一场意外带走了他的未婚妻，自此之后他就郁郁寡欢。多么感人又励志的故事！一个男人能吃苦还事业有成，最重要的是痴情，怪不得把女人迷得团团转，就连民警都有点心动了。只要是对方相信了，马登义紧接着就会提出见面的要求。他对于自己的长相也有自知之明，但是对于这种情况他早已经做足了准备。在初次见面的时候，马登义花钱从不眨眼，可以说就是一个有钱的丑男人。那时候呢，我会很舍得花钱，
他们一看我挺有钱的，就会特意来接近我。而且花钱也是有技巧的。马登义说了一个例子，比如带着约好的妹子去酒吧，上去先点一瓶贵一点的酒，然后故意将所有的工作人员叫过来，当着女人的面给他们发小费，加上之前先入为主的故事，此时女人对他富二代的身份就丝毫不会怀疑了。而此时你再去寻求他的帮助，那他绝对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，毕竟谁不希望能得到富二代的一个人气，甚至他本身的目的就是认识一位有钱人。取款机每天只能最多取2万，我就说钱取完了，没钱了，这样的话呢，他就会自己把自己的钱拿出来。此时这个女性就是待宰的羔羊，她已经完全沉浸在马登义编织的谎言当中，甚至还乐不思蜀。马登义之所以会这样，也和他的原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。他的父亲就是一个浪荡子，娶了好几个老婆，还和一大堆女人暧昧不清。当母亲和父亲分开以后，母亲就将所有的愤怒强加到了马登义的身上，那时他对女人就只有憎恨，可以说没有任何的感情可言。当他成功骗了一个女性的时候，他的内心还会产生一种自豪感，于是便停不下来。等完全取得对方信任以后，他会毫不顾忌地去占对方的便宜。接下来呢，就会去宾馆呀、开房呀、干嘛的，那他会非常非常愿意。你会主动提出来，还是你给他一个什么暗示？不会，也不暗示，直接去那边开完房，带他上房间就行了。他就跟着你走了。对。马登义表示，只要是和对方见面了，只需3个小时就能聊到开房。有时候马登义也会觉得不敢相信，怎么这么容易就上钩了呢？可现实又摆在这里，甚至有时候还会故意询问对方：“你就不怕我是个骗子吗？”谁知对方却表示值得。马登义在说这些的时候都是一副自豪的表情，甚至还表示他做的这些可以任由警方去查，根本不会有任何的证据。的确，大部分都是已婚少妇，根本就不敢声张，甚至还有一些本身就是在网上找慰藉的女投资人，听说这种情况后，竟然还愿意和他继续交往。有一小部分的那个受害人，我都不知道怎么给他说了，他不关心他被骗了他的钱，他知道甚至还有知道他那个是骗子身份的，还愿意继续和他交往的。简直太可怕了！然而在现实生活中，这样的感情骗子也有很多，希望广大女性能够擦亮眼睛。您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呢？